干什么？没有，而且这头发有点乱。你放尊重点！下车！你这什么态度？我让你下车！你这是拒载，我可以投诉你。你别拉我！下来，你臭流氓！你不能动！你怎么还动手啊？你怎么还动手？哎呦，王八蛋！司机打人了！我没有打人。警察同志，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我家里还有老人跟孩子呢。您现在还不能走，您的乘客说您拒载打人。他胡说八道，明明是他先骚扰我的。我手机响，我能先接个电？我帮您接。喂，你好，这里是朝阳区派出所。派出所？你为什么要让我跟这种人和解？哎呀，跟小人置气，多耽误自己的时间跟生命。再说你现在不和解，今天回不了家，想想乐乐要是找你怎么办？真是便宜他了，他以后还会干这种事儿的。不行，我得把这事发网上去曝光他。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手机。这么多，都是我爸，他肯定着急坏了。呀，没电了。赶快，我送你回家，走。真咽不下这口气，我想到刚才那个画面我就发抖，我气的。我真的应该对他再狠点儿。他脑袋上那个包，也够他有心理阴影的。他那个包是刹车在这儿撞的，我真恨不得我拿着他那脑袋就这样撞。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你捞不出来了。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刚才坐在这儿那个恶心那个劲儿，你就那个手就这样，就这样，你知道你什么感觉？你什么感觉？开车呢？对不起。哎呀，我怎么会坐在这儿呢？这是他坐过的地方。哎呦，我回去使劲洗澡，多洗几遍。我还要教乐乐，我要让他怎么防狼，太可怕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呢？怪不得他一上车就问我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呢。他是看我没有行车记录仪才敢这样的，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开放啊，开放！你不想拉，你可以取消嘛，大不了赔几块钱。你打他干嘛呀？现在可好，让人全给拍下来了，说咱们平台司机不仅是甩客，还打人。队长，他坐我的车，对我动手动脚骚扰我，倒是我的错了。你没错，乘客头上的包是我撞的。现在的网约平台竞争多激烈，公司又在要上市的档口，领导那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这件事儿如果要再不赶紧解决，我就得卷铺盖走人了。走，跟我去找那个赵永峰。干嘛？还能干嘛？道歉呀，必须诚恳的道歉。我不去。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你不道歉还能怎么办？那他得先给我道歉。先给你道歉，人家现在说你打人，网友的视频证据在那摆着呢。你说他骚扰你，证据呢？证据，我也可以找。有证据就拿来，没有证据，趁早跟我去道歉。啊？你也看到视频了？开放，你没事吧？放心吧，我没事儿。你在哪儿呢？我刚刚去事发路段上看看那边的监控摄像头有没有拍到当时的情况。有什么线索吗？目前还没有。不过我看旁边有一个物业公司，
我想去看看他们的摄像头拍到什么了吗？微信给我个位置，啊？我来找你。哦，好，那我把地址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路边那些店面的监控都太模糊了，看不清车里的情况。我真希望物业那边监控能清楚点儿。谁呀？进。大哥您好，我们想看一下监控。监控是我们小区自己的，不能随便看。大哥是这么回事，我们啊遇上点麻烦，已经报警了。我们觉得小区的监控应该拍到证据了。你要现在不让我们看，那估计过会儿就是警察来了。这。这儿。现在的人啊，注意力转移的都非常快，这件事儿很快就会被别的新闻给掩盖过去了。所以你别想太多，不用难过。我没有难过，我就在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那个人。你不会一时冲动干出什么事儿来吧？我一个当妈的人，我能干什么事儿啊？哎，你能不能看路啊？以前在电视台里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这点事儿对我来说就是毛毛雨。先送你回家吧，一会儿我要把车还给我发小。平台封了我的号，我最近也出不了工。你开飞机的时候也不看路吗？都自动驾驶，而且我有副驾。哎，放心放心，实在不行我飞过去。哎呀，行了，别看了，越看越来气。就这样吧。哎，这儿。哎，你怎么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东西给我看。啊，我发小欧阳妍妍，我老板司文渠。哎，我们同事。你好，你好，久仰大机长。不客气，我正在摸这个赵永峰的底。哎，这点咱俩不谋而合，得摸他。哪儿都有你，什么情况啊？很奇怪，他们单位人都说他为人正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同事支持、领导喜欢的好员工。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斯文败类就是形容这个人吧？但是我在微博上发现了一个线索。哎，你看啊，有几个回复比较多的帖子，这个，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他是衣冠禽兽、道貌岸然，就这何子酱，对吧？对，就是他。我刚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删帖，一下引起了我的回忆。还好我截图了。那有什么用啊？网上都是爱骂人的喷子，也许就是一个泄愤的喷子吧。不是，这个人不一样。我去他微博里看了，他曾经在3年前啊写过一篇微博，上面有定位，定位就是赵永峰他们单位的地址。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曾经在3年前跟赵永峰是一个单位的。这是个有价值的线索，我觉得咱们就顺着这个摸下去。我觉得他们俩可能有不一样的关系。是，我给他发过私信，但是他没回复我。没关系，我这样，我找朋友，可以在微博上找他的真实身份。如果能够确定他被赵永峰欺负过，或者知道赵永峰的老底，那就对开放有利了。你也别高兴太早，怎么着，咱现在也没有实锤，没法指证人家，咱也就是在网上痛快痛快扳回一局。你们俩还挺合拍。我已经结婚了。开玩笑，开玩笑。
哎，我跟你们说，就是那家，他那女儿平常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没想到这么暴力。网上没爆出来的不都是好的呀？你说咱们怎么能跟这种人做邻居呢？把他们赶走！你们胡说八道！你们看见了吗？你们这是在造谣！哎，谁造谣了？你们家都被人肉了，你敢说那不是你女儿吗？是我女儿不错，可事情不是这样，你们不能乱说。我们在自己家楼下说话还不行啦？就是。行，别说了，这一看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人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是啊。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我什么都没说，好吧？我刚才什么都没说。行，了呢。别说了，咱走吧，走吧。德性。就这样吧，我正式的跟你们宣布，真正受害者是我女儿，大家不要以讹传讹。爸，咱晚上吃什么呀？这不买的韭黄吗？包饺子。喂，乐乐妈妈吗？你女儿出事了。啊？乐乐，老师，乐乐，你怎么了，宝宝？啊？乐乐妈妈，咱们借一步说话吧。来，乐乐，来，跟老爷走。是这样的，您在网上那件事情啊，现在已经传开了。今天在幼儿园，有人说乐乐，我明白，乐乐急了，就把人家孩子脸给抓了。不过没事儿，只是受了点惊吓，没受伤。但是人家家长吧，现在是不依不饶的，让我们幼儿园把这个事情给出面解决了。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现在就去给家长赔礼道歉。哎，不用，我们园长已经在里面把家长安抚住了，您就先别进去了，免得激化矛盾。现在的孩子吧也比较早熟，知道这个事儿的吧，免不了就会在乐乐面前胡说八道，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先把孩子给带回去一段时间。我们也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等这个事儿过了再回来。谢谢老师想得这么周到。我们也是为了孩子考虑嘛。行，那我先走了。怎么了？我们回家。走，乐乐，我们回家了。啊。哎，这不就是网上那个司机吗？对呀，孩子在这儿上幼儿园啊，原来就是他呀。我知道您那个业务正在办理过程当中，明天上午肯定给您转线，好不好？好，谢谢，非常感谢啊。好，哎，喂，你好，啊，什么业务？不好意思哦，我们公司不承办这个业务，谢谢啊。喂，小姐。喂，你好，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好，我知道您那个报表，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好，谢谢，我尽快。哎，小姐，请问？喂，稍等。喂，谁？啊，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人啊。好，谢谢啊。小姐，请问？稍等一下啊，谢谢。好，我知道。啊，可以的。啊，麻烦您先去帮我预约一下，好不好？好的。想要推卸责任，这理由也找好点的。你不能没有证据就胡乱说。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说是他性骚扰了我？这太可笑了！我会性骚扰他，说出来大家都不信吧，对吧？住嘴！哎，你说什么呢？您是哪位？凭什么这么说我闺女啊？我说什么是我的言论自由，跟您有什么关系？你污蔑我女儿，跟我就有关系。哎呦，你还想打人？谁打你了？谁打你了？你叫我什么？看你他妈人模狗样的啊！你心眼怎么那么脏啊？心眼才脏呢！有其父必有其女，你们全家人都不讲道理。来，打人了！怎么又来打人了？快报警！快报警啊！我闺女骚扰他，这是倒打一耙。他说我什么都没关系，他要欺负我闺女，我一辈子都不饶他。
那你也不能动手吧？动手？给他5分钟时间。嗯，好啊，进去吧。爸，多大岁数了还学人打架？您没事吧？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啊？那警察同志说怎么解决啊？赵永峰他不肯和解，他现在人在医院呢，一会儿我们去找他，跟他商量商量。不能跟那王八蛋和解。不和解您出不去。这事儿我给你闹大了啊！没有吧？你就放心吧啊，他们俩帮我呢，我们一定会尽快让您出去的。这会好刺激啊！注意点哈。你放心吧，我没事。我们尽快啊！我们走了，谢谢啊。你现在要别等了吧，我们俩进去。我进来。赵老师，赵老师，什么事儿啊？来慰问你一下。我好像不认识你们。我们是来给甄开放解决问题的。我死不了，就是身体和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纠察到底。我们这次来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和解的事儿，看看你有什么需求。现在想和解了，晚了。赵老师，你千万别这样，别冲动。我觉得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咱们就是想办法解决嘛。我这么跟您说，我是一生意人，我觉得这事儿好解决。您医药费、住院费这些事儿，我们都帮您分担了。咱看看是不是能交个朋友。你打发要饭的呢？那老家伙到我们公司一闹，我现在颜面扫地。现在不是那点医药费就能解决的问题了。那你想怎么着？你说。我想怎么办？我干嘛告诉你们俩呀？你们俩算老几啊？我现在是个病人，你们对着我就颐指气使的，怎么着？仗着你们人多是吗？别冲动，别冲动。我操，事儿咱们总得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吧。医药费、住院费您不满意，其他的补偿或者您说大概齐的，咱们互相了解一下。您说呢？就是说你要个数，给个数。我还没想好呢，你们先回去，我想好告诉你。找什么呢？没监控。什么意思？打呀！来呀！等等，对不起，我希望你跟我和解，求你。
走，开吧。你求他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癞蛤蟆不咬人，膈应。哎，你说咱俩大老爷们怎么就喝不住他呢？是咱们长得太像小鲜肉吗？他不怕？没事，你别想那么多。我已经进了何子酱他们那大学那个校友群，把找他的消息发出去了。我派人随时盯着。你确定他是那大学生？我盯了他好几年微博了。行，你跟他先去找支书，我去跟我老婆商量一下。啊，看兵分两路。检查了一圈，什么问题也没有，还来着？肯定的，碰上一流氓，这是臭流氓啊！这就是你怎么办？一点辙都没有。人呢，还是要讲个良心，碰上这种人，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啊，跟流氓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本来我想啊，咱们也可以动用咱们的权力和能力，让他离开，让他不舒服。但咱这样，咱不也成流氓了吗？什么事儿啊？你这是？行行，你先忙吧，我不跟你废话了。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安了窃听器在你老公车上，你不好奇吗？这是我在车的后座口袋发现的东西，是你的吗？你留着吧，没用啊。拿好。听听这个吧，有惊喜哦。我想最后一次鼓起勇气跟你说，我没喜欢错人。我也希望你。怎么样，我的尾款有着落了吧？早这么做，省多大事儿啊！保重啊，大姐哦，大妈。大妈，人了就要认，走喽！妈，我说几位，你们都是怎么进来的？打架嘛。打架？年轻轻的，打什么架呀？有那功夫啊，学点本事，将来能够成家立业，养家糊口。那大爷，您是咋进来的呀？我都是误会。来看人的，好。啊，您好，我能带点吃的过去吗？这个到点啊，我们会给他吃饭的，这些不允许。啊，那送两瓶水行吗？行，好，谢谢。暂坐一下。谢谢。爸，您喝水。你喝这个。慢点儿，慢点儿。这个你也留着。爸，你照顾好自己。我知道。回吧。啊，我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陪着我爸。你在这儿也没用那我也得等着。啊，那我陪你。谢谢。
觉得自己挺不孝顺的。你说，他这个岁数的人，本应该出去旅旅游，到处走走，或者跳跳广场舞什么的。可是现在天天照顾乐乐，现在还得为我的事操心。你看啊，赵永峰自己知道理亏，我们只要找到那个女孩，就能真相大白，这件事情就能结束。到时候你再带着叔叔去旅游，去跳广场舞。不知道我爸会在里面待多久呢？怪我太固执了。我要是不那么自私，我爸就不可能跟我在这受委屈。你那个不叫固执，叫坚持。行啊，苦笑也是笑。你最近不用飞吗？为什么一直陪着我呢？你看，这就是真开放，只要让你缓1分钟，你马上就会替别人考虑。我哪有那么好？你呀，总是有意无意的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这样太累了。我知道你想做一个好妈妈、好女儿，时时处处都替他们着想。可有时候，你也要想想自己。我自己挺好的，能跑能跳，能吃能闹，我还能跟变态战斗。知道你是个神奇女侠。反正，不管你遇上什么困难，你只要记住，还有我的肩膀，可以让你随时依靠。当然还有欧阳妍妍和萧晴。要是累了，就歇歇，别硬扛着。生活给每个人最好的礼物，不是为你穿上层层盔甲，让你越来越坚硬，而是总有一个人会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为你卸下盔甲，触及到你最柔软的一面。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是不是爱情就要到了呢？开放，小晴，我今天可能来不及去接乐乐了。你别管了，乐乐在我这儿，你放心。你赶紧处理建国叔叔的事儿。哦，谢谢啊，拜拜，拜拜。开放，在网上骂赵永峰又删帖那女孩给我回消息了，约咱们今天见面。太好了。哎，就是什么海草海草呀。这人会不会开车？嘛呢？博文，你又要买电脑啊？你以为你爸是行走的印钞机呢？找你妈要去。我是一棵海草海草。哎呦我，这人会不会开车？嘛呢？哎，机长，我有一事儿特别疑惑，就是你怎么能顺利的就把这小姑娘给约出来呢？是方法还是命运呢？一致对付恶势力，人家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正义感，只不过需要我们给一些鼓励和勇气。方法，我现在就希望这事儿赶紧过去。我爸受了那么多惊吓，怕是10顿草菇鸡汤都补不回来了。
怎么这么久还不来啊？是啊，我白头发都快出来了，咱不会让人给晃了吧？哎，你怎么那么乌鸦嘴呢？你真让我给说中了。没事，我再跟他说说。他把我给删了。对不起啊。不怪你，你已经做了很多了。可是我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了，这个才是最折磨人的。没有。注意着吧。这都是我自己写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坚定定律，简单的说就是让自己有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事情朝着好的一面去发展。你还懂心理学啊？飞行员的必修课，粗懂一些皮毛而已。啊，对，这里面有个故事。故事是说，有一年，一个英国探险队在茫茫的撒哈拉沙漠上长途跋涉，他们没有水了，然后所有的队员都非常的绝望和焦虑。这个时候，队长拿出一个水壶，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壶水，并且告诉所有人，在走出沙漠之前，不许任何人喝。于是这壶水就成了所有队员坚定的信念。他们终于走出了沙漠。可当队员们颤抖着双手打开这个水壶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只是一壶沙子。你帮我抽一张吧，我开车。你今年的关键词是绝处逢生。要不要再来一张？最浪费的日子是没有笑声的日子。不好意思，我笑点低，算今天没有浪费。终于笑了。你也抽一张。写的什么呀？没什么。哎呀，说这什么事儿？这是好不容易找着证人了，现在又退缩了，这么着下去开放真的很麻烦啊！招谁惹谁了？你说，你倒霉事全让他给负。哎，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啊。你赶紧看一下，有任务，后天咱俩飞巴黎啊。我不去。那你等我回来，下周咱一块儿飞纽约。
我最近都不飞。不是，那你这月收入？我有钱，我任性。不是，你家有矿怎么着？我早就没事了啊，但是谁让他们先动手打人的呢？我就必须得让他们难受着。啊，好了，放心放心啊，我快出院了啊！好好好。怎么着？又想来求我了？这是6万块钱，你数数。6万？你们把我打了，就给6万块钱？你这现在经济条件也太差了。我能拿得出的就只有这些了，你想要多少？怎么着得加个0嘛？我是个单亲妈妈，我孩子还小，他爸爸也不管我们。我不是在跟你哭穷，我是在实话实说。有房吗？有房买房，没房买车。现在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开个价吧。我父亲年纪大了，我不想让他一直在里面待着。我相信你家里也有老人。20，赶紧的，现在就去凑，别拖了。我告诉你，我这回要是后悔了，那可就真得40了。你还好吗？放心吧，我不会倒下的。这个家还指着我呢。啊，妍妍最近一直在帮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事我就先别说这些了，把郑叔叔的事儿解决要紧。我刚才听他一开口就是要20万，这不是打劫吗？没办法。这时候我就只能认怂了。我先走了。丽丽，如果有一个秘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说还是不说？那得看什么事儿吧。事儿不大，但是也不小，但不关我的事儿，也不关我老公的事儿，那就说呗。但是如果说了，会影响我跟我老公的感情。哦，那就不说。可是不说，又会影响到我老公的朋友。那就看是朋友重要，还是你跟你老公的感情重要。还好吧？不太好。哎，我刚刚电话里说的那个方案，你真的考虑一下，是可以帮到你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动用你的关系给你添麻烦。那这样，我有个律师朋友，我可以带你去见他。没用的，我现在手里一点证据都没有，律师也帮不了我。你肯听我发发牢骚已经足够了。这样，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随时找我。
20万，你别冲动啊！冲动也没有啊，我明天打算去中介把我房子挂出去。北京的房子卖出去容易，再买难了。我知道难，那怎么办啊？哎，你说，咱们小时候能想到将来的日子会这么难吗？小时候觉得长大就自由了，长大了才知道哪儿有啊，根本就没有永远的自由。我就在想吧，这事儿啊，就不分男女老少，你总会经历的，不管什么事儿，真的逃不了。就冲你心态那么好，借你5万，你就不能给我呀？在欠条上写着没有归还日期，这就是我对你最深的友情了。行了，咱们仨呀，就别掺和钱的事儿，真的，就咱们这友谊啊，一碰钱准完。咱们仨的友谊特别脆弱，嘎嘣脆。什么叫穷乐呀？发现越穷越乐，挺好的，什么都没了，就剩乐呵了，就剩乐乐了。傻子。我说你最近也太忙了吧？要不是来接你，估计我还见不着你呢。啊，对不起，我希望你跟我和解，求你。爸，你喝水，慢点儿，慢点儿。爸，你照顾好自己。哎，我说你这么找行吗？你都联系了20多个了，也没联系上他。所以啊，就要广撒网。哎，你看这群里500个人，我一个一个的加。啊？喂，你好，哪位啊？何子，是呢。你这一走，等于放过他，他还会去害别人的。妍妍，怎么了？开放，你的事儿搞定了。什么？
你穿的也非常讲究，这齐膝裙非常好，穿起来优美、大方、低调、奢华，还非常性感。哎，你干什么？没有，不是这头发有点乱了。你放尊重点。你穿的也非常讲究，这齐膝裙非常好，穿起来优美、大方、低调、奢华，还非常性感。哎，你干什么？没有，不是这头发有点乱了。你放尊重点。还需要再听吗？在证据面前，我希望你能实话实说。这录音肯定是假的呀，有人故意捏造的，这一听就是经过剪辑处理的。不是你们怎么能证明这是我？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谁知道他是怎么弄来的？这录音我必须要做技术鉴定，否则我没办法承认它的合法性。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证据你不认，我还有证人。这位不用我再介绍了吧？听说你记性不好，做过的事儿都不大记得。你如果把我也忘了的话，我手机里的证据也许能让你相信。赵先生，你可以回去翻翻刑法，这样更清楚自己到底能判几年。所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用我再跟你说了。哦，小四也来了，叔叔，哎，走。你看，哎，爸，我学着您熬的草枸杞汤，您尝尝。我尝尝。烫啊！哎，好喝吗？还行。可是为什么跟您做的汤味道不一样呢？这是草菇吗？你买的是香菇。啊？草菇、香菇你都分不清楚。再说这肉，你肯定用的是猛火，太柴，这怎么吃啊？我烧这汤的时候啊，都得用凉水和醋浸泡2钟头，用温火煲，那叫一个谢谢您。哎，你这说什么呢？哎呀，爸就是这臭脾气，给你添麻烦了。别这么说，人家也是为了我出头，是我不让您省心。生下你的时候啊，我就以为
你能走能跑了，我就放心了。等后来你能走能跑了，我又以为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后来你上了中学、大学，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最后又离婚了。你老爸才明白，这就是爹妈的命。无论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我的女儿，我就得为你操心呐，是吧？我妈以前老说你是操心的命。是啊，操心有什么不好啊？我多操点心，你们就少操点心啊。看你看，这不是唠着家常吗？你哭什么呀？别哭。爸，你说我这事儿是不是做错了？我让您跟乐乐跟着我受罪。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哪儿错了？咱受了欺负就得讨回公道，咱家是最讲道理的，咱不惹事儿，可也不怕事儿。乐乐，那就得让乐乐明白啊，咱得挺直了腰板做人，不能向坏人低头。爸，谢谢您。你爸呀，就这脾气，你也是这脾气。这辈子啊，我第一次当爹，你第一次当女儿，咱们摸着石头过河，谁也别嫌弃谁，好不好？爸，以后我来保护您跟乐乐。我还没有老到这个程度，我的身体比你棒多了。对，还能跟人打架了。寒碜。事情终于过去了，可我觉得还远没有结束。为什么女性面对性骚扰的时候，往往第一选择都是沉默忍耐，而不是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尊严？如果没有家人、发小们和思问区，我的意志能不能支撑下来，我不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为了那些沉默的和不愿沉默的受害者，也为了那些深爱我的人。99.6兆赫，城市生活频率。下面播报早间新闻。一份转发量过万的微博激起千层浪。今天又有喂，姐，你的微博今天上广播了。我正听着呢。姐，所以你就是天生做记者的料，要不你还是回来工作吧，别开车埋没你自己了。行啦，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准备伺候乐乐吃饭，然后出工了啊。拜拜。在面对性骚扰、性侵犯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出乐乐，快点，快过来吃饭，快点。我们也呼吁。今天这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一个非常俗套的选题，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好，那我就非常俗套的选择先听坏消息。我又要回去当专车司机了。
那好消息呢？我还想回去当专车司机。你是在考验我的理解能力吗？以前我做专车司机是迫不得已，所以遇到任何事情都很容易动摇。可是现在，我发现做专车司机的乐趣了。在这个时候还能发现乐趣，这个时候不是应该递交辞职报告的时候？那就不是我郑开芳了。以前我是新闻的旁观者，可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我更加理解每件事都有它不同的角度。一辆专车很小，却是一个小社会。以前做记者孜孜以求的，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得到了。你不觉得吗？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挺像的。我和你，像吗？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上跑。我每次只运1-2个人，你呢？每次运100-200个人。上我的车呢，不用做安检；要上你的飞机，必须提前3小时出门。其实性质上就是8个字。尊重生命，遵守法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飞行员写的。这本书告诉我们，每时每次做每件事都要做对，都要做得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瞬间会决定对我们一生的评价。你看过？来抽屉里看看。你在看这本书啊？萨利机长的原型。这本书挺好看的，虽然讲的行业知识不一样，可是对我们的启发点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会更加了解飞行员。我相信以后你会越来越了解的。你为什么要当飞行员啊？一开始就是可以离开家住校，后来呢就爱上了飞行，飞来飞去的全世界到处跑，多好。再后来就觉得在驾驶舱有安全感，找到了家的感觉。其实人就是这样，找来找去，不就是在找归属感吗？那你找着了吗？我们家乐乐。我每天早起开工，如果是为了自己，我肯定是起不来床。但是想到是为了乐乐，哪怕是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也是甘之如饴。你是要给乐乐买个岛吗？然后让她当女王？这个提议不错啊！哎，我听说在国外一些地方买个岛，还不顶咱们这儿一套房呢。那也是7环以外的房子吧？看到你回到原来的样子，真好。我现在也没事儿了，那机长同志，你是不是应该开工了？你怎么跟我老板似的，老想让我干活呢？这可不一样啊！你老板是为了让你赚钱，我是在关心你。你真的是在关心我？像你关心我一样。经过这次骚扰事件之后，有一件事情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比如说，你对性骚扰到底是怎么界定的？任何不尊重女性的强制行为都是耍流氓，任何不经过同意的肢体接触也是耍流氓。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啊？但是不是如果请示过、打过招呼以后就可以了？那我可以吻你吗？和你在人海里遇到，空气中有点暖暖的味道，有些旧伤已经慢慢愈好，用一个背后的拥抱结束我都
兜转转的寻找，遇见幸福是遇见你那一秒。恭喜你开放，你可以复工了。谢谢。好。恭喜！哎呀，恭喜复工啊！这叫什么来着？沉冤得雪，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对。来看，这是我给你做的，来扫一扫，霉运全走了；拍一拍，哎，晦气全走开。哎呀，行了，那你得给我多扫一扫，把那些坏人全扫没了。我把钱都给扫过来啊。我们也不能随时保护你，所以我和玛丽共同出资给你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送给你。有了这个东西啊，什么碰瓷儿的呀、劫财劫色的呀，你就都不怕了。谢谢你们。来，再扫一遍，再扫一遍，扫开，扫开，爸，你干嘛呢？闲着没事儿，我把这个空气净化器的过滤网洗洗。爸，这东西不能招水，一招水就不管用了。真的假的？啊！你看，我这忙活半天还帮了个倒忙。哎呀，没事儿，这东西不贵，回头买个新的就行了。再说了，这个店里还能给免费换新的呢。你怎么了？我这捅了娄子，你还挺高兴。我对您态度差，您不高兴；我对您态度好点还不行了。拿，送给您的运动服，回头穿着遛弯用。你瞎花钱，哎呀，一天到晚的辛辛苦苦的，你这买什么买呀？你这是？哎呀，行了，赶紧试试，不合身，明天我去给您换去，好吗？你这几天怎么了？还对着镜子笑，跟捡了钱包似的。不喜欢我明天就退了。哎，别！我闺女买的衣服啊，准合适，准舒服，我去试试。偷着笑了。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道送分题。考试的时候手写字母要怎么样？大写。大写一定要记住啊！上次是谁没有大写啊？主谓宾，你们看这题名称。你先别说了，到时候他又要让你上去讲。说什么呢？啊？那个谁，我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讲课。你讲得好，上去给大家讲一个。我在上面讲课，你能不能不要说话？哎，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新转过来的吧？笑什么笑？大家继续啊，把卷子打开。哎，你说这老师真可以，我都上他的课1个多月了，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这么没有存在感吗？哎，不是你一直强调低调吗？低调又不等于被遗忘。没事，吃它。哎，那个谁，老师好。哎，算了，安之阳，帮我把这个卷子拿回教室发一下啊。老师，他叫欧阳博文。哦，对，谢谢你们啊，下次上课不许讲话啊。你看见没？上课的时候刚说过我叫什么名字，又给忘了。哎，我名字那么难记吗？欧阳博文是父亲，很好记的。没有了，你都知道的，在老师眼里，只有好学生和坏学生，那中等生都是摆设。没事，别想了，走啦。多少次迷惘，总会停住脚步。多少次跌倒，经有风雨如注。我每次醒来，是多么孤独。
不知道春天在何时已落幕。多少人在城市街角中张望，多少人遍体鳞伤，还有多少人怀揣着最初的信仰，未来会怎样？多少人到最后还和你相望，多少人走向远方，还有多少人并惆怅等待着希望，春天在眼前回荡。我依然到最后还和你相望，我依然走向远方，我依然顽强并惆怅等待着希望，因为春天是我的故乡。他们一开始跟我说有人辍学，我还以为是不良少年呢。今天一看，那是比我厉害。给你嘴甜的，你这孩子有前途。这是事实啊。行了，喝完这杯果汁儿赶紧回家。未成年人不能来酒吧，你不知道啊？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不会是青春期有烦恼要找我倾诉吧？我可没时间听啊。你说咱们俩年龄差不多大，你已经在台上闪闪发光了。而我呢，别人连我名字都记不住，我们俩差别怎么那么大？那可能是因为你名字有4个字。没有，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场面话？场面话很短，就一句话：加油，你行的。那真话呢？真话就是人生分2种，善于思考的人生和浑浑噩噩的人生。当你选择了善于思考的人生，你会感觉到很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会伴随着你的成长越来越多。当你选择了浑浑噩噩的人生，你就会更快乐一点。不过这一生你会发现你白来一趟，一事无成，所以我要恭喜你。恭喜？恭喜你已经陷入痛苦。哎，没事儿。哎呀，姑姑熬夜都要熬习惯了。啊，他们非拉着我打了一宿麻将。哎，我这不是也是盛情难却吗？哎，阿姨，大姐，喂，你好，120吗？这里是长海路，靠近新泰商场，有一个50岁左右的阿姨晕倒了，麻烦派辆救护车过来。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你清理她的呕吐物，头顶到一边啊！阿姨，我来替你一会儿吧，我也学过急救。快点。姑娘，刚才做的很不错，你也是学医的吗？啊，我不是，只不过原来接触过一点急救的常识，我只是帮忙打个下手，您才是专业的。现在阿姨没事儿，我们也就没白费了这功夫。对啊，真难得，乐于助人，而且长得还漂亮。谢谢，你也是。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再见啊！再见。这要是你老婆，你说你怎么处理？哎，我还真就相信开放不会这么对我的。机长，您天天在天上待着，说话落点地吧。结婚前都你这样，结婚后全我这样。哎，所以啊，我已经过早的看透了这一切。那你和开放接不接？
哎，朋友，你可千万别坑我这姐们儿，她可轴。你要让她知道你玩弄她感情，她真拿刀捅你啊！婚还是得结，结婚呢是需要勇气，维持婚姻靠的是智慧。你就本着这条法则，准出不了错。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看破不说破还是你老婆。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你这一套理论都太老了，跟我爸妈似的。这叫老吗？这是人类共通的智慧，所以你爸妈才白头偕老，让你有今天幸福的生活。二老没理吧？赶紧想想你老婆喜好是什么啊，给她准备准备，投其所好，好好哄哄，这是正事儿。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utting dollars, we'll be cutting stars.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 你是唱什么歌？我一句没听懂，这是什么歌 Pop songs 最流行的英文歌曲。？Pop song。哎呀天，能知道什么意思吗？唱的？那当然了，这有什么难的？哎呀，不行，我也得回古城，我也得报个英文班，我也得study，要不然我都 follow 不上 you 了。对呀，你必须得学那个 Thank you, good, come on, yes， 你必须都得安排上，你这样才能进步。你要走啊！No， 闹什么闹啊！我在这儿天天就是你妈和你吵架的原因，所以我干脆远远的回去。正好你姥姥估计也想我了。不是，那你要走了，我就孤立无援了，我肯定干不过他呀。自生自灭啊！我不愿意天天围着你转。哎呀，我得好好学习英文，找个老师。No。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感冒药了？我刚知道我姥爷要回去了，他感冒了，我得买点39给他备着。怎么样，我是不是比我妈更贴心的小苗？想不到你还挺孝顺。我是我姥姥和我姥爷带大的，现在他们老了，我肯定要对他们好一点。行了，快走吧，一会儿没饭吃。走。我都帮你跑了多少次腿了，你1分钱顾问费都没给过我。哎，我欧阳妍妍什么时候欠过别人？你太有意思了，你婚姻都快濒临灭绝了，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干活吧你就。全世界就你濒临灭绝了，就你难受。行，你也难受，咱一块儿拼，咱一块儿春风吹又生啊！你想办法，你找辙呀，这行不行？怎么的了？这个苦死了！你怎么这么多年品味就没有提升一丢丢呢？怎么了？那不是现在大家都喜欢布灵布灵吗？布灵布灵最土了。你来不土的。大金牙，这个吧，适合你媳妇儿，说话不低调。行，这黑的怎么样？黑的好啊，黑的适合我。服务员，这俩给我包进来。啊？不，我不敢，我怂，我就别关键时刻有。你干嘛？我快！我。
你买的啊？哎，干什么？你以为买个包就能解决问题吗？你除了买包，你还会别的吗？咱们是不是没完没了了？你在我的车里边放监听器，那我还没怪你呢。我也没冤枉你啊！你给我买东西怎么着？你心虚啊？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那是不是过不去了这事儿？我做什么了？我从来不会心虚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你不心虚？我问你，我也喜欢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就是精神出轨，你这就是出轨。你听我说啊，你年纪大了，身材走形，阅文变多，脾气越来越差。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什么？干什么？早就想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我老了，我阅文多。你以为那女的喜欢你什么呀？是你这身皮囊，还是你这有趣的灵魂？人家是看上你的钱，你心里没点数。胖爷爷，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眼里还有我吗？你以后别出去再跟人这比划了，多大岁数了？你要有我这身手也行。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你知道吗？你这外边找惹事，孩子多担心。行，别啰嗦了。我就问你，你这就回去了？这妞儿也踏实了，我回去陪陪媳妇，让他们娘俩待一待，整一个。来，哎，老爷，你感冒都还没好呢，喝什么酒啊？这孩子，我这要回去了，我这跟你这夜干，你看，你还是听孩子的劝，孩子也是为你好。就是。这样吧，我陪着你，咱都不喝了。嗨，哎，怎么了？我给你攒了1个月的发票，宋明远不是说要拿发票才能换抚养费吗？都给他。你这发票不行啊，他要那种全是跟孩子有关的发票。你这又是化妆品，又是吃喝拉撒的，不行。他疯了吧？小名宋渣渣。哎，真行，你知道吗？我刚才啊，安之遥跟我说，他小时候就学跆拳道了，黑带是吧？哎，你是特喜欢吗？我们班打架他第一，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和他是好朋友了吧？安全。哎呦，你真有出息。那你多大开始学的呀？我打算给我们家乐乐也报个名。5岁，那么小？5岁，5岁，你爸你妈就让你去学武功啦？那叫跆拳道。我爸死了，我妈也是为了让我保护自己。哎呦，这孩子怪可怜的啊。对不起啊，说到你伤心事儿了。没事啊，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就是离婚了。然后我妈、我姥姥、姥爷从小就让我说他死了。那你爸要是听见，该多伤心呐！他们叫我爸话才难听呢，我都习惯，反正我也不是很喜欢他们。他们不是对你挺好的吗？都是假的，谁真管过我呀？哎，没事儿，反正我也不在乎。姑娘，你内心这么多愤慨，那以后你当了我儿媳妇儿，你削我儿子不？哎，我才高2，你说什么呢？我确定一下你们俩关系，得好好交朋友啊，你别谈恋爱。他开玩笑，他就这样。你现在怎么管这么宽啊？跟居委会大妈似的。我妈呢？加班呢。我开玩笑啊，姑娘，你吃，别恨我啊。春妮啊，你来吃会儿，我照顾乐乐。好嘞，姐，姐姐去吃饭了啊。你也别喝了，不喝酒。打我干嘛呀？疼！你叫她姐，你叫我妈。那我也叫你姐。姐，去你！哎呀，安之遥同学，我跟你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才知道你的故事，
对此我深表，我就觉得很奇怪，欧阳博文这么无聊的同学，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玩的同学啊？谁无聊了？你无聊，特别的无聊。来，我敬你一杯。你没酒，喝奶茶吧。谢谢姐啊。理大理小。来，敬你。哼。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你的命运是一样的，我从小也是和我姥爷长大的。那你上次在剧组内是你后爸？是我后爸吗？我和剧组内都是亲的。爸爸是亲的，是亲的。不过呢，我也是留守儿童，跟你没什么区别。哎呀，这件事儿我也不想再提了，都在酒里了。来，干杯！我把那瓶白酒拿过来，你们俩喝好。人未成年还给人喝白酒。来，吃点菜。